整体上你评价就是雪州部分党派的州议员都还算努力吗？我觉得他们的发挥都是相当高水平，相比较于其他州的州议会，甚至是我们联邦国会，许多人对雪兰州州议会呢都会认为这个是一个 gold standard。最近我还看到某一个州议会呢，竟然会发生议员还没有准备好，没有办法辩论，这种事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在雪兰州出现的。议会呢就是一个战场，必须要时刻准备。通常在遇到比较激烈争辩的时候，通常都是如何去摆平这样子的状况？如果它是涉及3R 议题的，我就必须要干预了；或者是涉及到人身攻击的，那么我就必须要出手。我们在议会里面主持这方面工作，我们的角色是调解。其实我相信议长呢，真的是不简单的工作啊。你自己如果给自己打分的话，你觉得这一年里面，不敢给自己打分，因为其实打分应该是由大家去评。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N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这边坐在我们拷问席上面的呢是雪州的议长刘永山。那么其实呢，大家对于刘永山的认识，在印象当中，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一位这个蛮资深的政治人物啊。那么在去年9月呢，其实他也宣誓成为这个雪州州议会的议长。那么作为雪州州议会的议长呢，其实我相信他在这个雪州州议会当中，他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要如何在各党当中他来表现中立呢？然后在这个复杂的政治环境当中，还有在公众的期待的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来聆听其实整个公众的声音，以及要平衡各党各派的力量，其实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工作啊。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请他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让我们深入了解他来在这个雪州的治理的方面，还有政策制定，以及他这一整年的一些心得以及看法，包括了现在雪兰莪州面对很多的挑战，包括水灾的挑战，还有政治争议呢，其实他都是怎么看的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欢迎雪州议长刘永山，欢迎你。观众和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永山，雪兰州议会议长，也可以有些人会说是这个是立法议会的议长，或者是州议会，其实都是一样的。OK， 是。那我今天第一道问题呢，就想要请教你啊，就是在过去的1年当中，即使当雪州议长，你的心得是什么？其实我在当这个议长呢，很多人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不只是对我不了解，甚至是会认为刘永善是否能够在这一次的议会里面，面对22个在野党大军压境之下，是否能够把议会的这个掌握得很好。那么当然一方面呢，执政党会希望议会能够顺利的进行，希望在野党不要给他们太过多的困难和挑战。那么一方面呢，一般我们的群众呢，就希望议会呢，希望能够是一个理性论证的一个殿堂，而不会有太多的这种3R 的课题出现。那么在野党呢，也可能会看到可能相对于前几任的议长，可能我在政治的资历没有他们的资深，或者是名气没有他们的大，所以或许他们可能会在这次的议会里面呢，有一定的这个机会来跟执政单位呢、行政单位呢，就是进行一些比较难度大的一些动作这样子。那么我是觉得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被党推荐和中选成为这个议长。我是觉得其实大家在那个时候的观望或者是态度，我是知道的，我是明白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到现在一刻都没有闲着，所以一直都会在这个位置上面确保雪兰州议会的传统和他的那个名堂和他那个招牌能够继续的擦亮。我是觉得在过去的1年，算是称职了。像是我相信许多的担忧呢，其实都已经证明其实是过多的担忧。那么在野党也其实没有大家所想象中的那么凶狠。那么执政单位也可以面对他们的拷问，能够对答如流。所以我是觉得到了今天为止，这个平衡点还是抓得相当不错了。
那么其实想要请教议长的就是说，因为你在这段期间呢，你提出了一个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蛮好的一个政策，就是每一天在议会增加1到2个小时的时间，让州议员他们可以尽情的去辩论去发挥哦。但是我想问你哦，15分钟其实对于议员来说是足以发挥的吗？这个问题就要从我本身刚刚开始当议员的时候来谈起。我在08年第一次中选成为议员，那时候我是一个后座议员。那么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辩论的机会和时间呢，大部分都会留给比较资深的议员，例如在野党领袖，或者是 Club Penyokong 格莱加安，或者是 Backbenchers Club 的主席，或者是党内比较资深的，然后也要照顾各个党派之间的这个顺序，也要照顾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平衡。所以轮到我发言的时候呢，可能是第2天到第3天了。那么他发言的时间如果是没有加长的话呢，我可能只有5分钟的时间而已。那么5分钟的时间到10分钟的时间，其实对一个议员来说是不足够的。所以我们就作为一个比较勤劳的议员，我就会想办法在别的时间，比如问答环节还是其他的议题的时候，去参与辩论，去提出我的问题，用这样的方式来赚多一点时间来发问和发言。这个是我过去的做法，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去做。所以来到今天，我在开始当议长的时候，开始第1天的时候呢，我是允许至少到10到15分钟的时间。后来因为时间限制，我也没有我也在调整我自己到底要调整的时间加长多久。到最后的时候，每人只有5分钟。甚至是2分钟、3分钟都有，那是相当的不足够的。对于一个要参与辩论财政预算案的议员来说，或者是一些刚刚中选的议员来说，是非常不足够的。到了今年年初第1次的会议和第2次的会议呢，我已经开始把它调去10分钟。第1次的会议是10分钟，第2次的会议呢，我就把那个时间再延长1到2个小时。我不想延长到深夜4个小时、3个小时，其实大家都很累，媒体很累，工作人员都很累，但是我需要给大家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就取长补短，每一天多加1个小时到2个小时，让大家有个15分钟的时间。然后我就从第1天就开始做，我不会等到最后一天才想到，哎呀，时间不够了。哇，今天我们要开夜班，就每天加班一点点，就不需要等到后面的时候才，就积少成多，慢慢的。所以我在上一次的会议，就是年终的会议的时候，已经开始这么做。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有效。那有人抱怨吗？其实抱怨的人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抱怨，那就是我们的在野党领袖。他说：“为什么你每天都加时间？我们就准时结束，然后那个时间呢可以给他延长。”他忘记了，其实根据我们的规矩，其实这也是很多政治人物的问题，他们忘记了规矩是什么。规则是什么？常规是什么？法律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在某些时间，譬如财政预算案呢，它必须要在6天的时间之内辩论通过，不管你有没有加时。所以，如果你前面没有加时的话，后来才发现原来每个人都不够时间。你在野党也要时间去发言，执政党也需要时间发言，行政议员和部州大臣也要时间去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的问题又不是说很轻的，或者是随便带过的，都需要去至少15到30分钟，至少去回答。每个人都不够时间，到最后才发现，哎呀，时间不够了，要加时间，然后我们才闹到去半夜，甚至是在国会有不良的示范，那个时钟必须要停摆。所以我不想让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呢，我觉得总的来说我是得到好的回馈了。是，那但是我想要请问的就是，其实你认为说在雪州州议会里面，大家的工作态度以及整个气氛是如何？因为感觉上政治人物也好，或者是议员们，议会就是他们表现的最好的地方，对，大家应该都很希望积极的表现，所以延长时间应该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你说只有1个人反对嘛？他也是有时候反对而已。OK， 那所以整体上你评价，其实雪州的不管部分党派的州议员都还算努力吗？都还算勤劳吗？我觉得朝野政党里面呢，有许多新界的议员，也有许多我们俗称说老鸟了，就是比较有经验的。当然
2届以上的，我觉得他们的发挥都是相当高水平。相比较于其他州的州议会，甚至是我们联邦国会，我觉得雪兰州州议会在过去自从大都邓章清当议长以来所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许多人对雪兰州州议会呢都会认为，如果用英文的话，这个是一个 gold standard。以这州议会来讲，你再看回去其他的议会呢，最近我还看到某一个州议会呢，竟然会发生议员还没有准备好，没有办法辩论。这种事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在雪兰州出现的，因为在雪兰州，有许多现在资深的议员，不管是在野党的还是执政党的，他们都曾经在反对党里面待过。比如说在野党里面有大多斯里阿斯米纳利啦，还有我们的这个乌斯达萨利黑穆基，这个伊斯兰党的州议员，他们其实在99年、2004年的时候，YB 华大多、黄瑞麟等等，他们都是非常资深的议员，他们都很深刻体会到。辩论这个东西，议会呢就是一个战场，必须要时刻准备。那么他们是这样子。执政党的议员肯定也必须是要有更高的标准，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的议会呢，其实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牢记，雪兰州议会在过去10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子走过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辜负前人的努力，不管他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也不能够辜负选民的期望，更加不能够辜负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的期许。是，通常在遇到有比较激烈争辩的时候，或者是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对焦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你通常都是如何去摆平这样子的状况？那么我们如果是出现太过激烈的辩论呢？如果它是涉及3R 议题的，我就必须要干预了；或者是涉及到人身攻击的，那么我就必须要出手调解。那么作为一个议长呢，我们的功能和角色，虽然我是来自民主行动党和西盟，我们在议会里面主持这方面工作，我们的角色是调解，就是执政党如果有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是犯上同样的错误，一样要给予警告。但是通常执政党呢都会比较合作，因为他们都是认识的，所以他们会知道这个东西他们犯错了，所以他们都会遵守。当然在野党的就可能会需要多一点功夫，多一点耐力，多一点经验，甚至多一点力气，因为要喊呢需要力气的。那有时候我有几个楷模可以学习，当然大多邓章清、大多黄瑞麟，还有 YB 杨小双，国会单 Street Speaker， 最近我们副议长刘强燕副议长，甚至是有一个更好楷模，就是前任的英国下议院议长 John Bercow， 他就用他的声量来压住你的声音，因为在英国国会麦克风是从天花板掉下来的，它没有那个 on off button 可以关掉你的麦克风，所以当全部人群一起吵的时候呢，它就只有一个东西是可以用的，就是用它的声量。所以当然，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提到用声量，但是我不会说一直压着你不能够让你讲话。他需要发言的时间或者是澄清的时间给他澄清，但是在做出决定之后，希望他能够接受我们的这个劝告，收回或者是修改他的一个态度。那么经过几次这样子之后呢，我觉得他们也有一定的默契了，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呢，议长也不是采取这个党派的立场了，所以只要大家知道那个界限、游戏规则是在那边，我们都不要去越过去。第二个就是，如果他跟行政议员或者是其他议员或者是州务大臣有不咬弦的地方，或者是不满意这个解答的话，那么我们就看那个时间，因为每一个议员的时间呢都是有限的，包括行政议员还有州务大臣的时间，所以他们还有很多课题要去解释或回答。既然州务大臣或者是行政议员已经提出他们的看法，也回答了你好几道的额外问题的时候，你也不满意，那么没办法了，你不能够摆烂在那边呢，你不能够纠缠不清啊，因为不只是对方的后座议员，你后面的那些在野党的他们也有其他的问题要等着回答，所以你不能够一直就是吊起来要求发言等等。所以如果州务大臣他不让路给你的话呢，
不接受你的负价提问，或者是不接受你的我们叫做本切拉汉，就是这个明达意境这样子，不接受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你就不能够呢去再坚持下去的。所以这个是也在规矩里面写得很清楚的，一个人发言，另外一个人坐下来。另外一个人如果要求岔路的话呢，就必须要得到允许，他不允许你就不能进去，就这样简单罢了。其实我相信议长呢，真的是这样子听下来，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工作啊。那但是我觉得您做的蛮好的，然后评价也非常的高啊。你自己如果给自己打分的话，你觉得这一年里面不敢给自己打分了，因为正如。其实打分应该是由大家去评分。OK， 我是觉得欣慰的是，在过去的一年呢，大家都很合作，朝野双方都很合作，公务员也相当的配合，甚至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就是苏丹殿下本身呢，也对议会的表现非常的称赞。那么希望接下来我们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坐在这个岗位呢。纯粹有这个政治的这个游刃有余的那个能力，并不足够的，因为呢，很多时候他会挑战到一位议长的这个尝试和经验和知识。那么，如果譬如说，你知道有些议员他是趁机会来站起来发言或者是发问的。他并没有东西，他只不过是要趁机会罢了。那么，如果你有听过这个东西，已经是之前已经回答了，你有留意，已经给了答案他再提问，就等于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可以就是提出这个警告或者是提示，不要再浪费这个时间了。所以很多时候它是很考一个人的耐力、经验、时间、精神，还有对法律的这个知识和常识。是聊过了您当议长这段时间的这个心得之后，我们来聊一下关于这个水灾的问题哦。因为您也会在12月6号的时候来召开这个水灾问题的会议，可不可以来具体透露一下会采取哪一些的措施，或者有哪一些方向？因为相信水灾的问题，特别是到年底的时候呢，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议题。这个议题其实CELCAT 我们州议会下面有许多的。专责委员会或者是遴选委员会，我认为专责委员会比较适合。我们在这一次的州议会里面呢，我把之前的一个专责小组的工作范围加扩了，做了很大的修改。那么这一次针对水灾的，将会由 YB 黄美诗州议员领导的交通国社 Infrastructure and Agriculture and Mobility 来进行专责调查。那么我也在州议会之前，我已经跟他沟通了，我说这个东西，你的这个委员会呢，必须要很积极的去调查，因为下一次的州议会将会在明年的2月，所以12月和1月是我们开会的时间，扣除掉所有其他的行政单位需要用到的时间，我们时间不多，所以你要赶快开工。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外面很多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到2月过后。我们报告呈上来之后 ，CELCAT 可能就要在研究是否要针对这个课题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和听证会。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一点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到有许多联邦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发放下来的防洪项目和拨款，目前进度并不理想，因为这样子，这些项目并不能够在现在这个时候发挥它的防洪的功能，所以导致商家和人民面对很大的损失。其实防洪的拨款它没有办法立即的发放下来，它最主要的问题，它其实已经发放下来，但是它施工的时候面对很多的障碍，这些有形比如说什么样的障碍呢？例如如果说他要防洪的时候，他可能要加深河床，或者是他要建比较高的这个防河堤，他在规划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有非法木。或是有人霸占这个土地，他需要时间去协调，叫他们先移走，或者是他原来那个地方原来有这个TNB 的，或者是其他utility company 的电缆沟渠，或者是涉及到其他方面的，要跟这些不同的政府部门或者是私人土地的地主来协调，或者是原来我做这个东西，原来上面有一个高速公路的，我要跟他协调，要怎样子去移走他的东西。要怎样子去 divert 它的 traffic， 这些东西在规划的时候没有就是
考虑的很详细，调查的很详细，也不能够怪他们没有把这个东西调查的很清楚，因为很多时候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一个 concept， 那么所以导致很多时候这个拨款并没有在虽然已经发放了下来，但是工程进展不足以发挥这个防洪的这个功效，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select committee 的调查，能够间接的敦促和加速公务员还有承包商的施工效率，让这些项目能够及早竣工。有没有哪些具体的目标？就是比如说我们能够减少水灾或者是洪灾，大概降低多少？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目前我其实，在还没有进行这个听证会之前，或者是调查之前，我们是没有任何可实际的数据可以提出来。不过，其实能结合其他的媒体朋友，甚至是普罗大众，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州议会的官网。州议会的官网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官网，因为它有所有这方面刚才你提出的问题，或许里面呢某一位议员已经有问过了。州政府也是有提供答案了，所以在里面有，我们也在调查的时候会把这些答案拿出来，然后跟他们实际上的这个工程的进展进行这个审核，确保接下来过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工程的进展会比较快。毕竟雪州是在也让他们感觉到有一个压力，有人在监督他们，所以我们的功能是很间接的，我们不能够直接指示公务员你要去做好这个东西，明天你给我这个报告，后天我要你搞定它，那么明天大后天之后不要再给我听到有任何的投诉，下个礼拜就不能够要有水灾，我们不能够下这样的指示，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听证会算是一种施压，拷问他们。好，因为毕竟雪州也是在经济发展上面可以算是就是马来西亚就是排名非常前面的州属，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也是要积极努力的招商引资啊。那如果水患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可能外资就会比较犹豫。在我当上议长之后呢，我有很多机会和外界，尤其是投资者接触，来自国内和海外的。中港台、英美的都有跟他们接触，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抱怨的就是基本建设。基本建设除了水灾防洪，也包括道路、通讯。其实我们的水电供应如何呢？其实一些地方是相当吃紧的，那么但实际上来讲，我不敢说每个地方都是一样，一些地方是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些过去其实是没有怎么开发，现在是要很迅速的发展的一些地方呢，它就会面对这个方面的不足，所以我们也要确保商家们或者厂家们来到马来西亚投资的时候，我一直跟他们灌输的，你们要来参观州议会，你们了解我们的政治制度，你们的行政官僚是怎样子进行的时候，中间你会省下好多冤枉钱，因为你的中介可能并没有把整个故事完整的告诉你。我在当万金区州议员的时候，这方面就有很深刻的了解。许多厂家来到马来西亚投资的时候，他其实是靠中介的，中介并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他。或者是他的 agent， 或者是他的 consultant， 他可能给你一点东西，然后到最后就跟你讲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上面要一些费用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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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能够在来到之前跟大家了解我们这边的情况，那么你知道如果发生问题的时候，你有什么管道去解决，还是上诉正式的管道？你或许会发现，其实省了很多钱呢。没有这么糟糕，虽然会面对问题，那么议会其实也是一个方法，因为议会呢，基本上也是确保这些官僚他能够拿到拨款之后，他真的要去做工，确保所有问题都能够顺利的解决。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在这个招商引资的部分，我们有一个直接可以沟通的管道了嘛？我们有设立一个这样子的通道，绿色通道，让就是国外的企业可以跟我们直接。行政单位是有，行政单位是有。那么我就跟他们讲，万一你面对问题的时候，除了可以通过行政单位去反映之外，立法院或者是议会有没有什么角色和功能可以扮演？我个人认为是有的。为什么我说是有的？如果普罗大众面对这个水沟阻塞的问题、道路路坑等等的问题，会跟我们地方上的 YB 或者是市议员投诉的话，你也是我们的 taxpayer，
你来到这边的时候，难道你不能够跟州议会或者是通过议会来表达你的看法吗？你对土地政策、土地局的一些不满，为什么要花超过1年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解决土地转换的问题？或者你认为州政府征收的这个 premium 太贵了，到底是什么事情？或者是你认为我们的这个行政效率非常的糟糕，那么州政府要怎样子去改善？你可以跟我们投诉，那我们要去调查这个东西。所以州议会就有这个叫做 SELCAT Select Committee on Competency,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CAT 这3个东西，我看一段时间大家都忘记了。其实我认为很重要。Competency 公务员有没有做事情，是不是选最好的人来担这个职位，不管是公务员也好，还是市议员也好。这个 Accountability， 你答应的东西，你是否已做到吗？你今天告诉我，他们只是需要交上 A、B、C 就可以了。后天你告诉我，原来还需要 D、E、F。这个不是 accountability。transparency， 你做的东西有没有黑箱作业？有没有包庇？有没有把后面来的东西呢拉到去前面？因为这些人可能有一些关系啊，本来是在后面的，跟着秩序跑的，你突然间把他拉上来了，把本来要处理的就把它挪后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调查，或者是施压，通过拷问的方式来确保问题不会发生。其实你觉得雪州做好这个准备了吗？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嘛，现在有这么多整个的供应链重组，那特朗普他上台之后，我们相信也会有更多的这个资金想要走向东南亚。你自己觉得说，其实我们雪兰莪州包括雪兰莪州议会，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来迎接这一波的这个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准备好了。我是觉得我们州议会有如果是说以我们的功能来讲，州议会雪兰州州议会一直都是处于这方面的这个领航者，所以在处理和调查官僚对整个投资大环境的影响，我是觉得我们有十足的信心和这个能力，除了做到这个下情上达，也能够做到这个上情下达的功能。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确保公务员拿到政府的拨款之后，承包商得到这个拨款之后，他确保所有的工作都是能够按章行事。了解。其实您自己会怎么样子来评价阿兹敏阿力呢？因为我相信在一个议会当中，他必须要有这个反对监督的力量啊。对，你自己评价他所带领这个反对监督的力量足够来监督吗？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他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大家都会对他有点害怕。OK， 因为毕竟他曾经是前任的州务大臣，他也曾经是执政团队的一份子，甚至是我们的朋友，曾经是我们的朋友，他们非常了解我们的运作方式。同样的，其实我们也非常了解他的运作方式，其实是知己知彼了。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我常跟朝野双方讲，其实你们都认识的，我们都认识的，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工作在哪里。只要我们跟着我们的规矩来进行就对了。所以当然，阿兹敏阿力有他本身的风格和这个辩论的这一个风格。那么只要执政团队呢，对他能够掌握的话，或者是知道他要的东西，你能够回答他的就回答他，也不需要特别去顾虑的太多，这样子的话呢，反而会让我们自己本身陷入更多的这一个混乱的状况之中。我是觉得，我们以平常心来看待每一个人，当然会讲了，因为如果是拿2008年跟现在的他来比的话呢，2008年邓章庆面对20个反对党的议员，他面对 Kiridoyo， 现在的我呢就面对22个反对党，后来是变成21个了，有一个就被开除了。也同样面对阿兹敏阿力前任州务大臣，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 Kiridoyo 在过去到现在呢，在过去那个时候是跟我们为敌的，他是来自敌营。那么这个阿兹敏阿力现在他虽然是敌营，但是他之前是执政团队 PKR 西盟的一份子，甚至是民联的一份子。所以其实所以我会个人认为，这开始的时候，其实我面对的压力不会比前人少，我执政团队面对的压力也不会比前人少，但是就当我们以平常心来看待的话呢，我是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是，其实我相信还有一个压力，就是
现在很多人在聊的绿潮啊，就是要看现在其实执政的这个阵营，其实大家的表现如何，然后在下一届选举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会担心，各州其实都有这样子的担忧，会不会绿潮或者是说反对的势力越来越大？你自己会担心吗？我自己会我们不能说担心啊，但是我觉得执政团队和领导层需要留意的一些事情呢，就包括行政团队部长还是副部长还是行政议员的这一个能力，真的是要有一定的程度，我们才能够以我们的政绩来表现给人民看，尤其是马来人，来让他们知道这个政府呢其实是在做了好多东西。那么另一方面呢，另外一个考量点就是候选人的素质、候选人的能力。我个人认为，在下一届的选举，不管有没有选区划分，我们都必须要有更加多元的阵容。包括我们需要有一些，我们不能够全盘用新人，我们也不能够全部都是用老将。但是如果一个团队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如果你的老将少了一点的话呢，那变成你的中生代和新生代的来到议会的时候呢，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怯场，因为如果你说在野党的话呢，在野党的有许多的议员的资历是相当的高的，只要他们一站起来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新人未必能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出生之犊不怕虎。2008年那个年代是每一个人一站起来就可以拿起石头、拿枪、拿刀来跟对方厮杀，都可以跟 Ketua 啊、Satim Diman 这些老将啊，跟他们在议会里面拼搏和辩论。刚刚进来的那几位呢，就需要一些时间磨练。所以我觉得候选人的筛选呢，都要有考虑到老中青。你自己怎么观察？其实民主行动党里面会有这个领导层或者是人才断层的问题吗？我是觉得不会，因为我们在这几年都有许多的新人涌入和成为行动党的干部，有些是当了市议员、县议员、村长，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官职。他们在过去的几年的磨练呢，是肯定了造就了他们未来的日子，所以。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领导层在筛选这些所谓的候选人的时候，或是准候选人的时候，都必须要有很严格的这个观察。我们可以参考许多国家的例子，尤其是或者是包括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当然这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然后，当然，领导层要怎样子去做这个决定呢？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是，所以我是觉得，这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有一点制度化的话呢，我是觉得会更好。你自己觉得说，就是雪州的民主行动党，因为我自己观察你们各州的行动党的组成，我应该说就是领袖的气质都不太一样啊。所以你觉得，即使雪州的民主行动党，你们自己的最大的优势是在哪里？雪兰州民主行动党如果跟其他州的民主行动党，尤其是所谓的几个前线州槟城、霹雳、圣美兰、柔佛来比较的话呢，雪兰州民主行动党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开源、比较多元、比较开放。因为我们每一个领袖15个议员4个国会议员15个州议员都有本身的领导素质或者是本身的这个能力，所以他不会是说一个好像其他州可能会有这个单一的一个领导作为核心这样子，在雪兰州呢是相对来说每一个领导每一个议员都是自己本身的一个核心，所以并没有很明显的中央集权。其他州可能你会看到很明显的这个色彩，在雪兰州从以前到现在比较去中心化的感觉。其实从我们执政之前呢，雪兰州行动党一向以来都是有不同的派系了，我直接讲了，派系或者是不同的核心领袖，所以每个核心领袖都有本身的这个能力，但是每个核心领袖都能够一起互相配合努力啊，这个是我们雪兰州行动党的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所以要拉票来雪兰州拉票，因为雪兰州现在是全国最大的行动党的州属，所以要来这边拉票的话呢，可能真的是很努力的去跑，因为呢每个人呢都是多元的。你不能够是说见了这个人就代表是全部人都没有问题了，不是。其实说到拉票，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联邦的执政的绩效如何，
也都会影响到州的选举的成绩啊，这个是很难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啊，因为现在也是我们团结政府执政2周年嘛，然后前阵子我们看到竞选盟给的评价似乎不高，他们给一个低的评价，那分数是在比较及格的边缘。你自己会怎么样子评价团结政府还有安华的表现？我觉得安华的表现到现在为止是稳打稳扎。那么我觉得我希望的就是安华的执政团队能够快马加鞭，因为这个政府其实也不只是安华一个人能够做完所有东西的，他下面的部长和副部长分工和配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要很好的做好这一点的话呢，团结政府里面的巫统也好，西盟也好，都必须要有充分的默契去把这份工作做好来，因为至少在接下来3年，我们必须要拿出成绩出来。过去的2年，可能我们还在摸索、犹豫，在寻找自己的方向，但是接下来的3年到2年的时间呢，是我们要拿出成绩单出来的时候。我个人的期许是希望安华，当然我刚才讲到要快马加鞭了，稳打稳扎之余，接下来可以快马加鞭。我是觉得有一些我们所谓的low hanging fruits， 一些比较容易获得的成果，是他可以在现在这个时候去进行的。这个就是议会的改革。我觉得议会的改革，如果第一，它是最容易进行的，只要大家都愿意去做的话呢，就没有问题了。它不需要考虑到太多的这个制度上的改革，或者是这个要修什么法令这样子。那么，如果安华能够让这个国会服务法令这个通过的话呢，那我认为对我们马来西亚的国会和州议会来说是有很长远的一个正面的效果。因为如果国会能够带动这个东西的话呢，下面的州议会就能够跟着进行了。下面的州议会有执政党的，有在野党的。那么执政党的、在野党的议长和议员呢，都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法令获得更大的自主权。那么我是觉得这个呢，其实我们也是谈了好久了。如果要去进行的话呢，是可以进行的。相比较于你说地方政府选举，地方政府选举可能会有一些非理性的考量，种族啦、城市啦、马来人，议会服务法令改革是可以很容易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共鸣的，这个是我的期许了。好，那我相信其实雪州州政府呢，肯定也有一些做得好的地方，是可以让国会来效仿的嘛，对不对？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事情，你觉得你们做得特别好，国会应该来向你们看齐？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强点是还是在我们的那个委员会的制度。我们选了州政府在08年开始就提倡了这个委员会制度，后来国会呢就慢慢的跟着去进行。当然到现在为止呢，国会也是进行得相当不错了。但是国会它没有，到现在还没有进行这个公听会。公开的这个听证会，到现在为止，选了州议会还是唯一的一个进行公听会的州议会或者是立法议会。这其实在许多海外国家先进的议会了，已经是一个常态来的。是，所以我觉得联邦国会或许可以考虑把这个东西呢做起来，让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去接受第一手的资讯。而且我听说在其他国家，它的那个国会直播平台，也包括委员会的直播，那么收视率是相当不错的。是，没错，广告可以说是可以成为一个广告的收入来源了。是，好，今天其实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议长，但是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我们下次再来继续聊好了。好，下次可以聊一些特别性的或者针对性的议题。是，没错，还有更多关于雪州的发展的问题，都很想要再请教议长了。今天非常谢谢雪州议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不晓得你对于议长今天的分享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记得一定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